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大数据盛典之夜，赵丽颖遭遇的末世被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荧屏上，一部部精良剧集纷至沓来，犹如璀璨繁星，吸引着观众的目光。尤其是瞩目的白玉兰盛典即将于6月拉开序幕，其备受期待的程度让粉丝们如饥似渴，他们迫不及待地猜测谁能入选，谁能摘得桂冠。尽管网络上掀起投票热潮，试图一窥观众心声，然而最终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，毕竟奖项归属由众多口碑卓著的电影人决定。大荧幕上，电影人的较量同样激烈，金鸡奖与华鼎奖的荣誉盛宴还需时间酝酿。然而，大数据盛典抢先一步，尽管其权威性相较于3大奖项稍逊一筹，却集结了众多巨星，如同众星捧月般提升了整个活动的热度，使得热搜榜单不断刷新。奖项的授予并非随意之举，每一个获奖者都凭借其杰出才华赢得了业界及观众的一致赞誉，实至名归。在镜头前精心安排的明星同框，仿佛封神剧组重聚的画面，唤起观众对续集的强烈期待。乌尔善导演尽管手握多部耗资巨大的作品，仍抽出宝贵时间出席，引领根正苗红的团队，而袁泉的优雅气质则如繁星点点，为这一阵容增色不少。尽管他们身着现代服饰，但浓厚的历史感透过滤镜流淌出来，仿佛穿越时空而来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乌尔善导演凭借打破神话大片极限的成就，荣膺年度导演，令人瞩目。新人于是凭借出色的实力和多才多艺，被选中成为新封神故事的关键人物。自此，他的光芒初露，资源不断攀升，未来的星途一片光明。在这个星光熠熠的夜晚，内娱的前辈与新秀汇聚一堂，共同书写着娱乐界的辉煌篇章。聚光灯缓缓聚焦，镜头拉近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风采依旧的容颜，身姿曼妙如烟云缭绕，内在力量深沉稳健，犹如璀璨繁星的集合，每个细节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他们的步伐轻盈，如同锦簇花朵般绽放，每一步都透露着从容与韵味，令人陶醉。梁家辉和叶童同框的画面，每一帧都如同精心绘制的艺术画作，充满了和谐与美感。他们的互动自然流畅，比心的瞬间洋溢着无言的浪漫。叶童的笑容中，岁月的痕迹反而增添了别样的韵味，银丝闪烁，增添了时尚的韵味，而非年龄的枷锁。在热闹的春节档中，第20条以其深度触及现实痛点和深远意义，成为真正的赢家，而非那些喧嚣的宣传。颁奖典礼之夜，摄影师们犹如猎豹般等待，只为捕捉剧组成员们华丽登场的精彩瞬间。导演张艺谋引领雷佳音、马丽等人气明星如众星捧月般出场，高叶、刘耀文紧随其后，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。无论是端庄典雅的美女，还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型男，他们统一的黑色装扮，既沉稳又不失亲和力，冷色调的服饰下流淌出温暖的情感。5位巨星沿着鲜艳的红毯缓步前行，犹如一道亮丽的彩虹，格外引人瞩目。国师的罕见出席，使得整个场合的规格提升到了新的高度，而他的实力确凿无疑，当晚荣膺多项大奖，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。虽年于张艺谋在春节期间的大作，摒弃宏大叙事和传统美学，以简洁手法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赞誉。电影第20条表面轻松幽默，内含深意，平凡中透出深度，直击人心，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引发正义的涟漪，赋予其超越屏幕的力量。授予他年度杰出贡献奖项，实至名归，这是对他才华的认可。在张艺谋的引领下，演员们的表演得以尽情发挥，如虎添翼。
雷佳音在片尾的激昂独白，如同画龙点睛，提升了整部作品的艺术高度。马丽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表演生动活泼，通过锅碗瓢盆的碰撞巧妙传递笑料，真实而动人。高叶在一次次呐喊中，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有血有肉，形象立体。刘耀文的演绎青涩而不做作，初入世事的懵懂自然流露，宛如天成。在那荣耀之夜，整个剧组共享辉煌，硕果累累，每个人都收获满满。他们的喧闹反而凸显了赵丽颖缺席的尴尬，尽管她并未出席，但演技出众，角色塑造饱满，即使戏份不多，也令人印象深刻。无妆素颜的赵丽颖卸下偶像光环，仅凭肢体语言和微妙的表情变化，就传达出丰富的情感，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充满力量。赵丽颖的每一个镜头都如情感的激光般穿透屏幕，无论是衣衫凌乱的泪流满面，或是坚定决绝的自我抉择，她的演绎所带来的震撼力，直接转化为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。在五彩斑斓的5分钟内，她并非单纯推动剧情的角色，而是以鲜活的生命力，如同真实存在于银幕上的好秀屏，让人心生敬意。张导的赞誉之词，尽管主角团全体获奖，却独独遗漏了赵丽颖，这无疑将对她的冷落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她承受了本不应有的冷落与误解。恶意像伺机而动的阴影，借着马丽含蓄的话语挑起纷争，粉丝们如同群蚁出巢，场面混乱如沸水煮粥，连高叶的诚实话语也再次被提及，使关于赵丽颖排挤的谣言死灰复燃，仿佛在燃烧的火焰上浇了一桶燃油。马丽的话语虽留有余韵，但字字珠玑，暗藏玄机，其中真数据、不懂宣传、实力派等词汇让人深思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他的名字却在这份感谢名单中缺席，成为无声的遗珠。几句轻描淡写的评论，竟掀起了舆论的波澜。曾经风光无限的女配赵丽颖，就这样意外卷入这场风暴，昔日的女主角光环似乎被悄然打散。回顾第20条上映初期，赵丽颖饰演的哑女角色被大肆炒作，喧宾夺主，甚至模糊了主角与配角的界限。在流量不再主导票房，转而强调马丽的存在感后，作品口碑渐佳，最终成就了如今的成绩。赵丽颖和马丽的功绩不容忽视，何必陷入无谓的暗中较劲，仿佛在上演一场错综复杂的后宫争宠戏码。若要剖析这些纷争的根源，恐怕是当今娱乐圈过于依赖流量现象作祟，如猎狗般追逐热度，捧红一个又抛弃一个。无论赵丽颖还是马丽，他们都只是这股潮流下的无辜棋子，享受着流量带来的光环，却又质疑其价值。这种矛盾行为实属难以理解。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空有流量而缺乏演技的人，他们凭借炒作自我吹嘘，实则名不符实。马丽或许对此深有感触，她在访谈中对赵丽颖的才华赞不绝口，然而这样的赞美在现实中显得有些无力。赵丽颖则选择避开舆论风暴，如同穿越林间的修行者，内心清晰地规划着自己的演艺之路。与凤航刚刚落幕，她紧接着投入在人间的拍摄，与尹昉携手，未来还有3部电影蓄势待发。无论是小荧幕还是大荧幕，她都以扎实的作品说话，稳步前行。那些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，不过是短暂的泡沫，无法撼动她稳固的地位。让我们静观其变，看这些风波如何随风消散。